无意撞见他和朋友谈笑。刚和洛暖在一起时，觉得大7岁也没事，现在谈久了，一对上他那张黄脸婆的脸，我就没了任何欲望。后来我提出分手，他却在雪地里跪了整夜，只为求我回头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廊灯光线倾斜而下，映出瓷砖上我惨白的脸。原来在秦佑川心里，我只是一个黄脸婆。他当年追我时，可是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年龄。包厢里和秦佑川关系不错的有人笑问：“那你还和洛暖求婚？”秦佑川抽了一口烟，吐出烟雾：“除了我，还有谁看得上他一个离过婚又30好几的老女人？二婚也有二婚的好处，床上玩得开背。”有人暧昧的笑，秦佑川扬起一个讥讽的笑：“玩得开？你是不知道他在床上有多纯。我猜他那前夫会出轨，就是受不了他床上的死人样。要不是看他有钱，还是北城独女，我会上赶着当接盘侠，和他一个二手货结婚。”秦佑川表情没有半分愧疚，只有贬低我带来的快意。我看着无名指上的戒指，心脏像被人用万根针扎一样，痛得我喘不过气。距离秦佑川和我求婚才过去半个小时，我还记得他为给我求婚，亲手制作了千盏带有我名字的孔明灯祈福。短短半小时，他却可以和旁人以奚落我为乐。可刚才因为我答应求婚，抱着我激动落泪的人也是他呀。认识秦佑川前，我有过一段失败婚姻，前夫江伯言是我的初恋。结婚后，我做起了全职太太，全力支持江伯言创业。婚后第3年，江伯言创业成功，同时出轨了和我有3分相似的秘书。被我发现后，江伯言还振振有词：“洛暖，我为什么在外面找女人？还不是怪你自己没魅力。你看看，你除了会围着灶台转，和我抱怨钱不够花，还能给我提供什么情绪价值？”我果断选择和江伯言离婚。离婚后，我重新踏入职场，空窗期长达3年，又没有任何就业经历。我只能从最基本的文员做起，哪怕再努力，前路依旧茫然。也是这时，我遇见了秦佑川，19岁的少年，朝气蓬勃，像是炽烈的太阳，照进我贫瘠的世界。我不可避免的心动，却也谨记彼此相差7岁的现实。但秦佑川用行动告诉我，年龄不是问题。认识他的第2年平安夜，北城忽降初雪，天地一色的白。下班前夕，我跟风发了条朋友圈：初雪夜见的第一个人，会是一生的爱人。从写字楼出来，我看见撑伞等在楼下的秦佑川，少年黑风衣，身高腿长，往那一站，极为吸引人目光。可他独独走向了我。洛暖，我知道你顾忌我们之间年龄差，我不求你能立刻接受我，我只希望有机会成为你初雪夜见的第一个人。秦佑川忐忑看着我，试探着问：“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”“可以，迄今为止。”我还记得我松口答应时，秦佑川眼睛亮得璀璨。才不过几年，那个满眼是我的少年，却开始嫌弃我比他老，嫌弃我是黄脸婆。包厢里的谈话还在继续，有人替秦佑川出主意：“你这也太憋屈了，要不还是别结这婚了吧？”秦佑川说：“当然要结。”我怔怔看着他，内心升起一阵期待。他刚才说的是醉话对吗？下一秒，秦佑川就把我打入地狱，不和洛暖结婚。我怎么拿到北城户口？那你拿到北城户口，是不是就要和洛暖离婚？秦佑川没说话，用沉默代替回答。铺天盖地的愤怒和失望
将我笼罩，鼻腔里的酸意一阵强过一阵。原来我以为遇到的救赎，实际上只是一场笑话。秦又川，你想利用我是吗？那我陪你玩玩，好好给你上一课。姜还是老的辣。10分钟后，我整理好情绪，回到包厢。秦又川为我拉开座椅，见我脸色苍白，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又犯胃病了？”这些年，为了尽快在职场站稳脚跟，我不分昼夜工作，升任公司总监的同时，也落下了慢性胃病。和秦又川在一起后，他为了给我养好胃，报了中医班，每日变着法给我做药膳调理。刚和秦又川调笑我的男人开口：“嫂子，你看阿川多在乎你，你一不舒服，他比谁都急。”我看一眼秦又川，他眼底的关心不像作假。如果是演戏的话，那么他的演技都可以媲美奥斯卡影帝了。不知道是真关心我，还是怕旁人多话引我怀疑。秦又川招来服务员结账，虚搂着我的腰，和众人说：“我家宝贝身体不舒服，账我已经结了，你们慢慢吃。”从饭店回到我们同居的公寓，秦又川把我扶到床上，拉过被子给我盖好，温柔地叮嘱：“你休息会儿，我去给你倒水吃药。”我突然很想问问秦又川，演戏不累吗？但又止住声，慢慢玩才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好，我闭眼，不想看秦又川。脚步声响起，秦又川出了房间。书弟，耳边响起微信提示音，我睁眼看去，是秦又川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备注为可可的人发来消息：“阿川哥哥，你明天能来接我去公司吗？有前夫姜博言出轨在前。”我不会不知道这条消息代表什么，只是这一刻，我浑身血液僵硬，炎炎夏日，四肢更是冷到冰点。和秦又川在一起不久，有女孩加他微信聊天，他当我面把对方拉黑，向我许诺：“暖暖，你放心，我和你前夫不一样，我不会出轨，也舍不得你为我伤心。”或许是秦又川眼爱我太真，也可能是上段失败感情给我教训不够。那之后，我从不查秦又川手机，现在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我面前，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我深呼吸，颤抖着拿过手机，不知道秦又川认为我太信任他，连密码都没设置。我点开备注为可可的头像，女孩用的粉色卡通头像，朋友圈动态还带着颜文字。和秦又川的聊天会用撒娇的表情包，字里行间都透着小姑娘的天真娇俏。和我求婚前半小时，秦又川还在和他聊天：“谢谢你帮我订的祈福灯，我老婆很喜欢。”可可回：“不客气，嫂子喜欢就好。”原来我感动到落泪的祈福灯，不是秦又川亲手做的，而是这个叫可可的女孩订的。可能是今晚失望太多，到了现在我已经完全平静。脚步声响起，我把手机放回原处。秦又川递水给我，不忘嘱咐道：“小心烫。”我没接过杯子，而是看着他问：“秦又川，你爱我吗？”“我当然爱你。”他想也不想就答。我接过水，仰头吃药，一滴划过眼角。“你说的爱，是和旁人贬低我为乐，还是当着我面精神出轨？”秦又川正在打字回消息，眼神温柔的快滴出水来，和许多年前那个雪夜，他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你看，这就是男人，嘴上说着关心爱你的话，丝毫不耽误他和另一个女孩打情骂俏。翌日一早，秦又川先出了门，我开车去公司。今天有个广告拍摄，到拍摄棚后，我才知道合作方是我前夫姜博言的公司。姜博言看我的目光带着惊艳：“洛暖，没想到几年没见，你变得这么出色漂亮了。”男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，
在一起时拿着放大镜找缺点，分手后又拿你当稀世珍宝。好久不见，我礼貌笑笑，转身去和助理对拍摄流程。看见拍摄名单上周可可一名字，我目光一顿。助理和我说，这是秦总安排的人，才进公司不久，想让他蹭个脸熟。我分不清是什么心情，只是嗓子眼堵得难受。拍摄开始前10分钟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周可可，她和秦佑川一起来的。周可可一袭水洗蓝连衣裙，看起来青春又靓丽。秦佑川主动和我解释，可可家离拍摄棚远，我顺路带她一起来的。他嘴里的顺路是一大早出门，专门去接周可可。嫂子，不好意思，给您和阿川哥哥添麻烦了。周可可善解人意道，没关系。我转身继续对细节，身后传来周可可自责声：阿川哥哥，你说嫂子对我这么冷淡，不会是生我气了吧？我余光看去，秦佑川安慰地揉了揉他头发，他这个年龄也到更年期了，脾气总是喜怒无常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放心，不会啦。周可可俏皮眨眼，秦佑川无奈地笑，眼里全是宠溺。他在闹，他在笑，无比登对的一幕，刺得我眼睛发热。江伯言在此时来到我身边，语气嘲讽：洛暖，这就是你离开我再找的男人，也不放过如此。我冷淡对回去，你想表达什么？你既然可以忍受他当你面和别的女人亲热，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江伯言靠近我，放柔了声音：暖暖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欢迎你回来我身边。江太太的位置，我一直为你留着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男人为什么这么奇怪了，因为贱啊！毕竟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我拉开和江伯言的距离，上下打量他一眼，讥讽道：你放心，即使我和秦佑川分手了，也绝不会回头和你在一起。江伯言脸上笑消失，冷冷地看着我：就算他有其他女人也没关系吗？那也是我自己的事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拍摄在下午3点结束，周可可请大家吃下午茶，他把下午茶发给众人，到我时语气隐隐带着一丝炫耀：嫂子，这是我和阿川哥哥请大家的下午茶，你也来一份芒果千层吧。我看向秦佑川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芒果过敏。周可可见我没接过，语气受伤：嫂子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年龄小，没您阅历深，所以阿川哥哥才多照顾我一点儿。她一小姑娘，你和她一般见识做什么？秦佑川说着，把芒果千层塞进我手里，赶紧吃，别辜负人小姑娘心意。我咬一口芒果千层，咽下满嘴苦涩。秦佑川，周可可的心意不能辜负，那我的真心就能随便践踏吗？晚上回到家，我和秦佑川说要去护城出差半个月，实际上给机会让他和周可可相处。上飞机那刻，我联系早找好的私家侦探，跟踪秦佑川，拍下他和周可可约会的照片。从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来看，最开始两人只是一起约着吃饭上下班，到后面就一起去游乐场漫展玩，甚至还穿上了情侣装。而照片上的秦佑川笑容灿烂，眼里装满了周可可。曾几何时，少年眼底只看得见我一人。我坚持每天晚上和秦佑川视频，扮演一个合格的贴心女友。或许是最近和周可可发展过界了，秦佑川对我感到愧疚。每次视频结束，他都会叮嘱我：暖暖，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累到自己，我会心疼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也是。我佯装感动，挂断视频，喉间瞬间涌上恶心。我抱着马桶吐得昏天黑地，吐完后
忍了许久的泪水落下，心也跟着疼了起来。我安慰自己，没关系的，洛暖，疼过就好了。打起精神，我登上微博，开始记录今天的一切。发现他疑似出轨的第11天，他在视频里对我笑得那么温柔，还叮嘱我照顾好自己。是不是我想多了？他那么爱我，怎么会出轨呢？点击发送后，我浏览起前面的微博，怀疑他出轨的第1天，他第一次没有和我一起去公司，也忘了我对芒果过敏。怀疑他出轨的第2天，我出差了，无意间看到那个女孩的朋友圈，他们去了游乐场玩，她脸上的笑容是我从没见过的灿烂。是不是我老了，所以他才会不爱我？可明明当时是他说不嫌弃我比他大7岁的。我满意关掉手机，这些将会是在分手那天我给秦佑川最致命的一击，毕竟他伤害了一个那么爱他的我呢。我出差回来，秦佑川来机场接我，一见面，秦佑川就抱住我诉说思念，一日不见如隔3秋。暖暖，你算算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如果不是闻到他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，我真信了他真的深爱我。上车后，我和秦佑川说，阿川，你落户北城的手续已经走到最后，只是我故意欲言又止，吊足秦佑川胃口。秦佑川追问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还需要一些钱打点，但眼下我手里紧，可能帮不到你什么忙。秦佑川沉默许久，试探着开口，我工作这些年也存了不少钱，只是这钱是我存着给我们结婚用的。没关系，结婚可以用我的钱。再说了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我把体贴入微的女友形象演到极致。秦佑川把我揽入怀里，感动道，暖暖，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可你却没好好珍惜过。回去后，秦佑川把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给我，并按照我的叮嘱备注上自愿赠与。看着卡里多出来的一串数字，我连日来的阴霾心情终于转晴。谁说只有包治百病？明明钱也是。星号。从我出差回来后，秦佑川就没再联系过周可可。有了前段时间的甜蜜，周可可哪里还坐得住？周6晚上，秦佑川去浴室洗澡，周可可给他发来消息，阿川哥哥，我知道你要和嫂子结婚了，我不该打扰你，可是你是我喜欢的第1个男生，我想今晚把自己送给你，请你放心，从今天过后，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。如果你不来也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再也遇不到像你这么让我心动的人了。还真是乖巧又懂事的小姑娘啊。我平静把手机放回去。5分钟后，秦佑川从浴室出来，第一时间拿过手机。我坐在床头翻看杂志，余光不经意打量他。秦佑川眼神有一瞬犹豫，很快变得坚定。过了半晌，他抬头看我，暖暖，我临时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早点休息，不用等我回来。说罢，秦佑川凑过来吻我，我侧头躲过，抬眼看他，目光流露出一丝脆弱。能不去吗？秦佑川有一瞬迟疑，但余光瞥见手机弹出的消息，又变得坚定。听话，我去就回。我目送秦佑川迫切离开背影，蓦地想起一些往事。秦佑川追我的第3个月，我发烧住院，他不远千里飞回来照顾我。我眨了眨酸涩的眼，是真的物是人非了。一整晚，秦佑川都没有回来。第2天，我在公司见到秦佑川，是他和周可可前后从车上下来。周可可看见在旁的我，故意踮脚去吻秦佑川脸。秦佑川还记得这是在公司，立刻转头躲开。周可可不开心咬唇，秦佑川眼底闪过心疼，
哄道：“你乖一点，我晚上再来陪你好不好？”得到承诺，周可可瞬间笑了起来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苦涩塞满喉，看来是忘记加糖了。周末，周可可约我一起去喝咖啡，才落座，她就迫不及待向我示威：“洛暖姐姐，你知道昨晚阿川哥哥和我在一起吗？”我按下录音键，失落道：“我看见你发的消息了。”听见这话，周可可愈发得意。既然姐姐已经知道了，那我索性开门见山和你说个明白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泰然自若。别看小姑娘年龄小，爱人轰轰烈烈，戳人伤口也是一戳一个准。姐姐，你不仅嫁过人，还喜欢过别人，可我不一样。我喜欢的第一个男生是阿川哥哥，初吻、初夜都给了他。比起已经有过一个男人的你，我才是更配得上阿川哥哥的那一个人。姐姐不知道吧？这些话都是阿川哥哥和我说的。即使已经决定放弃秦佑川，可听到这些话时，心还是疼得难受。我忍住钻心的疼意，放低姿态。他还和你说了什么？周可可挑眉。阿川哥哥说，他觉得你老了，和你上床根本产生不了一点生理欲望。哦，还有，和干净的我比起来，结过婚的你也太脏了。原来他这么嫌弃我呀！我苍凉一笑，分不清是演戏还是彻底绝望。周可可给我一个你还算有自知之明的眼神。姐姐既然知道了，不如自己主动离开，免得到时闹得难堪，你脸上也不好看。我关掉录音，起身，端起手旁的咖啡，直接泼在周可可脸上。周可可完全没料到我会反击，直接当场愣住。我居高临下看着她，气势凌人。妹妹，你真觉得我和秦佑川分手了，你就能成功上位吗？退一万步说，你能成功上位，那么你能保证秦佑川遇到下一个比你更年轻、更漂亮的女孩，不会像现在抛弃我一样抛弃你吗？从咖啡馆离开，我无力靠在路边广告牌上，窒息的心痛感如浪将我包裹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快了，马上就结束了。这段时间，我偶尔流露发现秦佑川出轨，但装作没看见，为他落户北城一事不停应酬，合格扮演一个爱他入骨的形象，让秦佑川对我愈发愧疚。等到揭开一切的那一天，这些愧疚都会是吞噬掉秦佑川的漩涡，他会像我一样痛到无法呼吸，但我更痛。我爱他坦荡赤诚，没有任何欺骗和诋毁，是他辜负了这份爱意。视线里忽然出现一只握着纸巾的骨节分明的手，我抬头，西装挺刮的江伯言站在我面前。洛暖，他背叛你，你都能原谅他？我没说话，垂下沾满泪珠的长睫。那我呢？你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原谅我？只要你原谅我，我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犯。他语气小心翼翼的，带着讨好的试探。我平静看着他，江伯言，碎掉的镜子，即使粘回去，也不可能完好如初。说完这话，我转身要走，脚步顿住。秦佑川站在不远处，冷冷看着我，他眼皮半耷拉着，眼尾压出一道冷厉的弧度。洛暖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你还和你前夫纠缠不清？他脸可真大。见我沉默，秦佑川更生气。你不说话，是承认了吗？秦佑川，你别狗眼看谁都脏。我和洛暖清清白白，是我想求复合，可他对我拒绝的干脆，反倒是你和那个叫周可可的网红纠缠不清。原本还怒气冲冲的秦佑川瞬间急切看向我，焦急向我解释：暖暖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和周可可没关系。回去路上，秦佑川不停向我解释他和周可可没关系，
他说他见周可可一个小姑娘来大城市打拼不容易，所以才对她颇为照顾，怕我不信。秦佑川还用力抱住我，暖暖，我爱的只有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闻到他身上周可可的香水味，意外的没有犯恶心，心也没有难受，只有死水一般的平静。我轻轻推开他，秦佑川，我会帮你把落户北城的事搞定，但我们还是分手吧。分手？秦佑川惊慌失措地抓住我手腕，姐姐，不分手好不好？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他这么叫我了。我挣脱开秦佑川的手，眼圈一点点变红。秦佑川，你还记得我答应和你在一起前和你说过什么吗？他没想到我突然会问这个，还是回答道：你和我说，你比我大7岁，你嫁过人，让我考虑清楚了再和你在一起。你看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啊。我笑了下，眼泪跟着落下。秦佑川，我是突然比你大7岁吗？你追我时，我没告诉你，我结过婚，我比你大7岁，我们之间隔的不只是7岁，还有人生阅历。姐姐，他眼底愧疚越发浓郁，想要来给我擦泪，被我转头躲开。我知道你年龄小，所以我处处包容你。可是秦佑川，和你在一起，我也花光了勇气。世俗的眼光，朋友的不理解，我都不在意，我只在意你爱不爱我。我爱你，姐姐，我只爱你。秦佑川爱过我吗？当然，哪怕是演戏，他也投入了感情。可越是这样，就越让我恶心。秦佑川试探着来牵我的手，这次我没有躲开，我垂眸，一滴泪落在秦佑川手背上，烫得他指尖一抖。姐姐，不分手好不好？好啊，毕竟戏还得继续演。那之后，秦佑川没再和周可可来往，变得极其黏我，甚至有次半夜醒来还会问我：姐姐，你不会和我分手的，对吗？患得患失的人变成了他，可我已经完全不想在意了。早在听见他和旁人嘲笑我的第2天，我就和公司申请调往护城分公司，去护城出差，也是为了和当地同事做交接。调令下来的当天，周可可在给秦佑川发了消息，是一纸验孕单。看见这条消息的秦佑川，连借口都没找，直接夺门而出。这场局该收场了。我平静收拾好所有东西寄走，把秦佑川给我求婚的戒指扔进垃圾桶，开车去了周可可公寓。刚好看见秦佑川扶着周可可从车上下来，动作很温柔，像在呵护什么易碎的珍宝。我忽然想起很久第一次对我表白的秦佑川，少年眼睛亮着光，只装得下我。姐姐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喜欢到这一辈子只想和你在一起。现在想来，可真讽刺啊！我拍下照片，发了微博，看见你和他相拥在一起，我终于确定你出轨了，也趁得我这段时间的试探，纵容你对我的伤害像个笑话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秦佑川，我不会再爱你了。我订了今晚飞护城的机票，在登机前半小时，我联系好认识的营销号，把秦佑川这段时间出轨周可可的照片、录音全部发了过去，顺便把秦佑川所有联系方式拉黑，头也不回地登机离开。我曾把秦佑川的出现当作我生命里的一束光，后来在被背叛的我才知道，与其依靠别人的光来温暖自己，不如做自己的光。落地护城的第15个小时，当地同事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礼。酒过3巡，同事和我聊起秦佑川。洛暖，你那个年下男朋友出轨小网红上热搜的事吗？我喝了口酒，笑眯眯道：知道，我已经把他甩了，这种渣男就不该留在身边。同事朝我竖大拇指，
把手机递过来给我看。热搜前3全是秦佑川出轨周可可的词条，井号秦佑川周暖暖，井号出轨30天文学，井号周暖暖小三语录，井号。我看了下热搜词条，营销号把我发过去的东西全发了出去，而我精心设计的小号也被网友扒到，一时间网上全是对秦佑川2人的谩骂，都他妈24年了，居然还能见到这种封建余孽。离过婚怎么了？离过婚就不配被爱了吗？你18、19岁的时候和大你7岁的姐姐说我爱你，姐姐扛下所有世俗压力和异样眼光和你在一起，可不过几年，你嫌姐姐老，嫌姐姐结过婚，转头爱上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。可你还记得姐姐是忽然比你大7岁的吗？看了下姐姐的微博，人超级优秀，许愿渣男贱女不得好死，姐姐前途光明。我用秦佑川转给我的钱，在护城买了套公寓，开始新生活。在听到秦佑川和周可可消息是在朋友聚会上，暖暖，你还记得之前和你谈恋爱的那个秦佑川吗？怎么他被曝光出轨后，一直被网友骂，公司顶不住压力，把他和小三开除了。听我朋友说，秦佑川一直想落户北城，现在没了钱，灰溜溜回了老家。这还不是最精彩的，最精彩的是他那个小三怀的根本不是他的孩子。说完后，朋友担忧看着我，暖暖，你都放下了吧？当然，我说，再多的不甘。在看着秦佑川一步步出轨周暖暖后，都变成了释然。不过就是谈了场错误的恋爱，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我很快适应了护城的工作，并且因为业务出色，被破格提拔为分公司总经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江博言追来了护城，还顺便把我妈带来当说客。洛暖，我都说了，你和秦佑川长久不了，现在分手了，你就和小江复婚吧。这夫妻呀，还是原配的好。我妈是传统的家庭妇女，一生都围着我和我爸转。我理解且尊重她的逻辑，但并不认可。好声好气送走我妈。我冷脸和江博言说，江博言，我跟你说过，即使我和秦佑川分手了，我俩也没有可能复合。你不愿和我复合，是不是心里还有秦佑川？那个黄毛小子有什么好的？江博言认定了是我放不下秦佑川，才不愿和他复合。我懒得再费口舌，转身要走。没想到一转身，看见秦佑川站在我身后。半年没见，秦佑川看起来比印象里沧桑许多，眼下是遮不住的青乌，双眼也充斥着血丝，和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大境相庭。他开口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喜悦，姐姐，你还是放不下我的，对吗？我忍着翻白眼的烦躁，无语扯唇，你想多了。男人自有一套逻辑思维，觉得女人不找新欢就是放不下她。你的日记我看见了，你和江博言的话我也都听见了，你没否认你不爱我，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秦佑川上前一步，企图来拉我的手，被我皱眉躲开。他红了眼，姐姐。我平静看着他，在你说嫌弃我是黄脸婆，和旁人嘲笑我为乐时，我就不想爱你了。秦佑川拼命摇头，姐姐，我那晚是喝醉了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都分手了，还有解释的必要吗？秦佑川双眼红得厉害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？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了。你看我给他机会了吗？我指着一旁的江博言冷笑，秦佑川，有些话我不想挑明白的，但现在我觉得我得和你说清楚。在秦佑川不可置信目光中，我缓缓开口，字字戳心。微博上所谓的日记，
是我为了让你愧疚写的。你出轨周暖暖，也是我推波助澜。你和周暖暖的出轨照片，也是我爆出去的。18、19岁的年纪，我可能会幻想自己是小说女主角，能让渣男追妻火葬场。但当下的我，只想过好每一天，并不想和过往纠缠不清，用你身败名裂换我这几年青春。我们算是两不相欠了。我不恨你，你也别来纠缠我。江伯言没再纠缠我，只是不时发点问候短信，被我通通拉黑。可秦佑川还是对我死缠不放，甚至还在我公司旁租了一套房子，天天跟楼下蹲点守我上下班。有时候被他缠得烦了，我会沉脸骂人：秦佑川，你不要故作深情，我不会觉得感动，只会对你产生厌烦。他瞬间耷拉下脑袋：姐姐，我只是想补偿你，我不用你的补偿。我冷脸离开。日子一直这样持续下去，直到护城初雪这天，同事送我下班回家，到楼下时遇见来找我的秦佑川。看见我从男人车上下来，秦佑川眼底出现一抹慌乱，他急切地问：他是你新男朋友吗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想解释，直接怼了回去。秦佑川眼眶一红：姐姐，你到底怎样才愿意原谅我？这些日子我看够了他的故作深情，转身要走，耳边忽然响起咚的一声。我转头，秦佑川跪在地上，通红着双眼看我：这样能换你原谅我吗？秦佑川在雪地里跪了整夜，我都没有心软回头，连后半夜他被救护车拖走的电话，都是看不过去的路人帮他打的。很快，秦佑川出院，又缠着我不放。同时，我接到高层通知，公司有意调我前往澳大利亚，开拓海外市场。我想也不想就答应下来。签证手续办好下来的那天，我约了秦佑川在平安夜见面，和他做个彻底了断。秦佑川准备了烛光晚餐，我没有丝毫欣赏的兴致。秦佑川，我们今天就做个彻底了断吧。他没料到我会突然这么开口，脸色流露一丝不可置信。我清了清嗓，继续道：我很感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和你在一起那几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哪怕别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和一个小我7岁的谈恋爱也好，用异样眼光看我也罢，但那时候我是真的认定了你。不过就像上次我和你说的那样，在我这里，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姐姐，秦佑川沙哑地说不出话，他双手捂脸，眼泪从指缝中落下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不好。我拎包起身。秦佑川，别再纠缠我了，这样只会让我忘记你对我的好，记住你对我的坏，就到这吧。秦佑川，对你对我都好。洛暖。秦佑川哽咽着叫我名字，我脚步一顿，回头和他对视。他看着我，落下泪。对不起，还有，求你别恨我。我当然不会恨你，因为你不过是我漫长人生里的一个过客。我转身离开，秦佑川再也控制不住，痛哭出声。或许未来某一个深夜，我会偶然间想起他，想起那段爱恨交织的过往，我会惋惜，会感叹，但绝不后悔。走出餐厅，我抬头望天，此刻雪后初霁，阳光晴朗，一如我未来的人生，前程似锦，光明灿烂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